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，武夫汉族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，以致所用非所学，所学非所用。无事，则斥外国之利器，为其技术巧，以为不必学；有事，则经外国之利器，为变怪神奇，以为不能学。34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，至今仍然让朕感慨。这里是京师大学堂，我们平时所学习的程朱理学，无非就是存天理，灭人欲。但是翻翻我们的历史，历朝历代，靠圣人学、仁义道德，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？重名节，轻实务。这中间就隐藏着虚伪和虚弱。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，也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。空讲仁义道德，就是这世间最大的伪善。今日之世事，乃是3000年未有之危局，因循守旧，固步自封，只会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落后，越来越衰弱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。希望在座诸君能够以强盛国家为己任，不骄狂，不自卑，正视现实，发愤图强。永定河里头冲出来块石碑，冲到了正阳门外，碑文的字被人看了出来。字是古篆，上面写着“龙镇李九，征时1乾坤”。事情已经传开了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收下愚钝，这1乾坤是不是天下要易主的意思？那这征时是春争日，夏争时，芒种那天也叫征时。那这龙正李九说的又是什么？震在东，离为火。龙震李九的意思就是，有9条火龙将会自东方降临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昨夜琉璃厂起了场大火，侍卫赶去将火扑灭之后，在废墟里找到了这个。上面也用古篆写着“龙镇李九，征时1乾坤”。坊间现在有诸多的流传，都怎么说呀？说是天兆，是老天爷发话了，天下将有骤变的征兆。哼哼。奴才这就把传话的人抓回来审。
参见大人。是天照还是谣言？是谣言，查。查不到还是没法查？回大人，是没法查。这些人收了钱散布谣言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给钱的是什么人。今年芒种是初几5月11，而今天是3月26，还有44天。这么讲，这就不是谣言，而是一个铺垫，成10亿千个。那就是有人想变天，有人想谋反嘛。大人，龙镇离9，而芒种是24个节气当中第9个。马上让内衙开始搜索盘查京城之内所有跟酒相关的事情，通知各地衙门，把京城以东11个县市直到海边所有跟酒沾边的商号、民宅、地名，以酒为量的东西，以酒为数的群体，哪怕名字里带个酒字的，一律盘查。这，我倒是想看看到底是谁想要一乾坤呢？地保，地保，邢捕头，有事啊？出事了！咱北头赵六家那牛一早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是镇上的客栈出大事了，惊天大案，出人命了！人命啊！啊！做捕快8年，第一次见人命案，我是从来没见过死人。哎，什么味儿？杀牛时候就这味儿，血味儿。哎呀！9条人命啊！屋中不见凌乱，也没有什么挣扎的痕迹，可见他们死得很快。他们几个很有可能是中毒而死的。这是中毒的地方，尸体还没有彻底硬透，杀人的走不远。你去问掌柜的，上午来过什么人？好。是什么人？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，你叫什么？林安静。林安静，你为什么会躲在柜子里边？死的那些人你认识吗？叔叔、婶婶，还有表哥他们我在东阳留学的，才跟他们一起坐船回来，昨天晚上刚到，今天早上就……你先别哭了，喝点水。你再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形。
天早上，我正在换衣服，突然外面很吵，我听到表哥惨叫了一声，声声叫“快跑”，我很害怕，就躲到衣柜里了。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人干的？有5、6个人。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。他们穿的什么样的衣服？我不知道。别着急，你慢慢想一想。他们的衣服很怪，像是异族的装扮。用毒高手，异族装扮。是灵犀，地保，这事儿大了，9条人命咱们管不起，回衙门复命吧。不行，在我的地界上，一出手就是9条人命。你不能行了，你先带那姑娘回县衙里录口供，我去抓人。你回来。哎，对，听我的，到。啊，你真去了？等我回来。看咱们大姑，什么时候出过命案呀？可这回一来就是9条人命。好嘛，您说这多吓人呐！赶紧写下来，专文呈报直隶厅。这是大案，要案，命案。我们一个小小的县衙根本应付不了。对对对，这得上边派人下来。哎，王地保呢？哦，去追凶犯了。这个瞎使劲！这么大个案子，一个人杀了9个人，他出去找，碰上他能怎么样？你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。这麻花马上出锅了啊！大人，大人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你不是买韭菜花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别提了，我还没到菜市场呢，就碰到了驿馆的上差，上面来令了。从即日起，凡是在咱们辖区，不管是商铺还是民宅，不管是人还是事儿，只要是跟9字沾上边的，要即刻上报。这又是哪出？这是啊！我这刚炸了9个麻花，这得上报吗？赶紧别愣着，买韭菜花去！买韭菜花去！我这酒。前年9月，东郊曾有一场火，烧了3户人家，其中1户死伤9人。有记载，去年11月，蔡虎营砍了一伙江洋大盗，共计9人。都砍了还能活吗？滚！光绪20年，广东香山人士郑观应写了一本《盛世威严》，此人热心西学，更在书中说到要局势变迁。郑观应，光绪20年。回大人，是甲午马年。郑观应哪一届书生，连维新派都看不上的，不足为惧。光绪9年，黑旗镇收编刘永福被授予记名提督。刘永福到死都是我们大清的名将，他怎么可能谋反？下去。大人，方才在南城抓到了一个散布谣言的乱党。审出什么来没有？那人不甘酷刑，咬舌自尽。但是在他家中枕头里面，我们找到了9枚铜钱，只是9文钱而已，竟然藏在枕中。奴才觉得一定有意，但是奴才不知道是何用意。禀大人，依大人之命查阅时，发现文渊阁建藏书柜中有样东西不见了。是什么东西？是建书阁人柜深层的东西。何代，奴才在。拿我手谕去传一个人过来。门3刀。带重犯伊尔根觉罗木青。带重犯伊尔根觉罗木青。
总算是搞到了。是噻，不厉害吧？我搞到的。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，尔等在大沽客栈犯下命案，速速与我回衙门受审。哎呦，一个小小捕快哦，竟然一个人能追到这里来！哎，老子懒得杀你，赶紧滚！依大清律例，拒捕抵抗者，可斩杀。哎呦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哦！你可知道老子是什么人？尔等以毒杀人，且如此穿戴，定是来自灵溪的荣天一派。多少还是有点见识啊。没有错，老子就是荣天剑派。荣天剑派一行，速速与我归案，否则我刀下可就不留情面了。荣天剑派门人个个武功卓越，就算是大内侍卫也不敢一个人跟我们挑衅。我告诉你，命死你自己嘞！赶快走！命是我的，追凶使命是朝廷的。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。大兄，不要让在！哎，谭月，你的？他嘞？他叫啥子？叫王家洛。不简单啊！咱们走。耽误这么久，我们赶紧走水路去葛窟跟掌门会合。葛太，让你的人下去吧。要是他真想干什么的话，你们一个人都拦不住他。刚才那3杯茶，知道他为什么拿那杯龙井吗？回大人，奴才不知道。看看桌上的菜，
五香子鸽、罗汉大虾、糖醋河藕、片乳猪、喇嘛糕，这都什么菜啊？是满汉全席里的菜。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看出来是满汉全席当中的廷臣宴。廷臣宴的第一道就是佳人献名，喝的必须得是狮峰龙井。叶尔根觉罗穆青，整蓝旗，光绪20年入侍卫亲军，任乾清门侍卫。他的功夫在侍卫亲军跟神机营当中是根本没有对手。当年总有人找他在正阳门外比武，结果没人挨得过3刀，所以后来他就有了一个门3刀这绰号。他呀，不但武艺高强，尤其罕见的是他断案的本事，连光绪爷都赞美他，说他比起唐之狄仁杰、宋之宋慈之的能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光绪24年，他跟舒穆禄察太一并受命去保护那些搞变法的维新党。接下来的事你们大概也都听说过了。舒穆禄察太问斩，连光绪爷的行动都限制在宫中，而他呢，撤职查办，降为镶蓝旗，在步军统领衙门监一待就待了12年。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啊！吃好了，来杯告别乡民吧。忽然大方。前天正阳门外的永定河里头冲出一个石碑来，碑上有字。昨天晚上琉璃厂大火，把什么都烧光了，只剩下一个瓷器，篆字体：龙镇李九，征时忆乾坤。现在坊间都在议论此事，说这是一种天兆。水冲不动石头，我能烧焦粗瓷。那就是说不是天兆，那就是谣言嘛。那就是说散布这些谣言的人，把这些事儿当成是一个铺垫，到5月11芒种那天开始谋反。关键是，谁想谋反啊？怎么谋反呢？我在问你呀，你帮我们内务府破这个案子，平定这一次危机，我就不让你回牢里去了。镶蓝旗改成镶黄旗，马上就升你为内衙副统管。还记得这柄先帝赐你的刀吗？这柄刀我也还给你，门3刀怎么能没有刀呢？你是想要忠于朝廷呢，还是把你扔回去老死狱中？由你自己决定。铜钱，这9枚铜钱来自一个今天抓获的逆贼，我觉得这9枚铜钱里定有蹊跷。顺治通宝、乾隆通宝、同治通宝，有没有别的意思呢？顺治爷弃位，乾隆爷让位，而同治爷根本就在虚位。若非说用意，这9枚铜钱就是皇室虚易主的暗示。不愧是顶尖高手，一眼就识破其中玄机。大人，内务府的眼线遍布京城，你们都没能找到反贼的线索。我一个在大牢里关了12年的前朝侍卫，又如何能在40来日里查出此案，找得出幕后主使？我清楚我的本事，你敢放我出来，想必你也清楚我的本事，你是要用我的本事。若是只有这些什么天兆谣言，那查此案根本就是大海捞针。所以，你一定有更重要的线索，才会想到用我。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线索呢？
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物件失窃，事关此案？没听下去，别站在这儿耽误别人玩啊！别手来，我来，我手机上有来，别玩了。还有钱没钱？我有钱啊，我有钱，有钱拿呀！拿出来呀！让我来，看看，这不是钱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输傻了你啊！你那是当票，不是银票。我这当的是宝贝。谁出300两银子啊？这当票拿走。300两，烂边掉毛，旧皮帽子一顶，一顶破帽子想要300两。对呀，全我不识货。你这就是一张天津府的当票，来回车费它也不值。对呀，快起来了！我来。这破帽子还真有人要啊！哇，这俩谁啊？对呀，是啊，我哪知道他都不是钱，反正是个识货的。掌门，师娘，东西找到了吗？拿到了。那明日我们一早就去天津府的当铺，拿钱赎了东西就走。我去取吧。是师娘。这是当票，这9文是赎东西的。老板，大师兄回来了吗？在屋头等你。死了一个。是。师兄你，秦陀、唐宇，你们3个人带了3个精锐弟子，面对一个小小的捕头，能被他杀了一个。那个人的功夫很是不错哦。一个捕头，那个人的功夫确实很厉害。若真有这样的能人，他怎么可能屈尊于县衙之内？这什么？那个人身上掉下来的公羊一书。追杀你们的真的是个捕头？是噻。但这怎么也不像一个捕头该读的东西啊！不凡，已经死了一个弟子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从日本回来那几个人怎么样了？杀了。杀了？不杀，难不成还留着？怎么杀的？9个人呢，得快杀。用毒。师兄，我不是说过我们不能太过招摇，要低调行事吗？掌门，我们去大沽找那9个人，为的是要找到接头的关键线索。现在线索找到了，那批人就不能留下。那用我们本门的手法去杀人，多少不妥吧？我逼供的时候就用毒了，不然怎么能够尽快的问出东西来？啊，现在事情已经问得清清楚楚了。从日本前来的一行9人，要在4月初3去上海法租界和一个从海外赶过来的人见面。那个人叫什么？啊，谭仙。只要见到这个谭仙，大功不就告成一半了吗？我的事情是做完了，不知道掌门那边东西拿到了没有？有劳大师兄费心，明日一早便可获得。嗯。你不觉得于焕杰对你的态度有点过分吗？就算他是荣天剑派的大师兄，也不该无礼。怎么说你也是掌门。我接任门派掌门2年了，也没干出什么名堂。
他与焕杰对我有意见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荣天剑派，有谁叫我们剑派啊？都是叫荣天岭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们是荣天，多是流民孤儿出身，凑在一起讨口饭吃，外人就都不把我们放眼里，把我们当成要饭的，当成丐帮。所以师傅他老人家才费尽一生心血，让荣天变成一大门派，还把咱们门派从灵溪迁徙到了中原，从武学上淡化制毒，强化剑法还有鞭法。可无论我们在武学上取得多大的成就，始终还是被人看作异类，难成正统。你是荣天剑派剑术最高的人，且放眼整个江湖，你的剑法皆是独步，无人可及。但因为我出身荣天，不然的话，不然你早就是一代宗师了。我知道你一直这么想，我也知道你想要达成这个想法有多难，所以你认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也是足以扭转乾坤的大事。但是我的心意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师娘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你不用这么教我。账已经算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母亲啊，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汪直的，听过吗？此人号称五峰传主，明朝时有禁海令，汪直召集帮众袭日本浪人在海上走私。没错，说的就是这个人。嘉靖19年到嘉靖37年，整个大明朝在海上的生意就他一个人在做，一船丝绸茶叶，一船黄金白银，说他是富可敌国是丝毫不过啊。传说明朝末年的时候，汪直留下来的金银财宝，意外的被南少陵的一个俗家弟子找着了。当时是乱世，南少陵就此将秘藏封锁了起来。后来这笔财富就被后人称作是净坛秘藏。光绪31年，国库告罄，我就是那一年上任内务府总管，我也曾经打过净坛秘藏的主意。但是经过翻看一些记录，才发现，前后有几十个顶尖的大内高手，就是为了要出外寻宝而折损途中。此事最终还是作罢了。这个净坛秘藏啊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后来就把藏宝图封禁在文渊阁的禁书柜当中。直到龙镇李九的谣言出现之后，这藏宝图突然就不见了。就这么蹊跷。拿着一张找了上百年都没能找到的藏宝图，丢了又能如何？眼下大清国体动荡，你就算是想要谋反，也需要大批的财力啊，否则就算是变了天了，也无济于事啊。现在的大清啊，
养了一条很凶的狗，这狗没人敢惹它，也没人对付得了它，就是北洋。谁想谋反，他都会去拉拢这个北洋，拉拢北洋这条狗啊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钱，给粮，给饷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偷藏宝图的人就是谋反的人，因为谋反者要钱，所以追查藏宝图就是追查谋反的幕后主使。大人，您就没有想过，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反？想反的、要反的人多了，是那些每天蠢蠢欲动的革命党，还是那些担心大权旁落的公侯将相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得靠你去查了。属下还有一事不明。说，能偷到文渊阁来，那足以证明盗图者知道晋唐秘藏的传闻。那他们一定也听过，内务府找了上百年都没能找着。他凭什么认为拿着一张图就能找得到钱财？那就更得让你去查了。大人，属下要宫里所有侍卫、太监、宫女的花名册，我还要这1年里宫里所有人进出行走的记载。还要什么？还有3名笔帖使。掌柜的，最近有没有穿着灵犀服饰的人来过？大姑县衙捕快，查案。哦，官差啊，小店这些天不曾有嘛灵犀穿戴的人来过呀？果真没有？没有，真没有。给我开间房吧。还真不巧，小店今儿客满了。哦，满了。是满了。官爷下回来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上好的房间啊。掌柜的，请这位差爷去我房里好了。得罪您了。这就是晋唐秘藏的藏宝图啊！
写春秋不忘，难酬之中虚妄，饮冰10年生。